我不想浪费你的时间，在这个视频中，我将向您展示如何使用免费的 AI 工具制作一个会说话的动画头像，就像我的一样。拥有动画头像的频道在 YouTube 和其他平台上现在正在风靡一时。例如频道 10x Income 的订阅用户从0增长到25万，只用了短短的3个月时间。另一个频道 Digital Income Project 从0增长到10万用户，只用了短短的6个月时间。而 Digital Income Project 这个频道更是号称它仅靠用数字头像就能每个月赚超过1万美金。所以不管你处于哪个领域，像在 YouTube 上的 Dream 和 Based Zeus 这样的创作者，凭借他们的数字头像就能吸引超过数百万的粉丝。所以那么废话不多说，让我们直接进入创作过程。整体流程分为3个步骤，我将向您展示不同步骤中的不同方案，以及对比这些方案的优劣势，为您节省时间。首先，我们需要为你的视频创建一个角色。方案1，用 ChatGPT 来生成。这个方案的优点很明显，快速、高质量，而且没有水印，一步到位。我的角色其实就是使用了 ChatGPT 自带的 DALL-E 3，它只用了几分钟就可以创建出来。但是这个工具需要花钱，每个月大概是22欧元左右。不过你也可以仅仅使用免费的 AI 工具，就能制作出比我这个更好的东西。如果使用 ChatGPT， 那么这个过程将非常的简单。上传一张你自己的照片，让 ChatGPT 去描述里面的内容，最后对描述的内容进行稍加修改，比如说像背景、动作之类，最后让 ChatGPT 生成图片。我这里生成了2次，都不是很满意图片的风格，于是我找了一些网上的图片，然后上传给 ChatGPT， 让 GPT 模仿这个图片的风格重新创作。这里面我很快就得到了我比较满意的图片。方案2是使用剪映的文字生成图片。这个方案的优点是免费，缺点是图片生成不会太准确，而且画质比较差，需要额外花一点时间来进行加工。那么首先需要下载剪映的手机版，找到这个文字到图像的功能。这个功能很像 Midjourney， 你可以用它来生成任何你想要的图片，只是结果不太准确，需要多尝试几次。首先也是需要对角色进行描述，基本上就是在告诉他应该要穿什么，房间看起来是什么样，所有 AI 需要的信息你需要尽量详细的描述出来。我用了之前ChatGPT 的描述进行测试，将高宽比设置成匹配我们使用的平台， YouTube 是16:9， Instagram 抖音是9:16，点击生成。就这样剪映在不到10秒钟的时间就为我们创作了4张图片。这里我也找到了一张比较喜欢的，我觉得这个已经不错了。但如果我们需要想要更多的变化，可以点击重新生成，让它再创作4张。你也可以编辑优化你的提示词。总之 AI 的玩法核心就是要多尝试。当你点击下载的时候，你会注意到这个图像的画质非常的低，所以为了提升画面的质量，我们需要用到剪映的画质提升器。这里因为我没有在剪映上找到这个免费的功能，所以我用到了剪映的海外版 CapCut。 打开 CapCut， 点击新建，在魔法工具下面可以找到影像画质提升器，打开之后上传你的图像，选择 4K 设置。现在我们就有了一个清晰的图像。下一步我们将修改背景，使其更加完美。为此我推荐使用一个叫做 Adobe Firefly 的工具，这个工具可以方便地对画面局部进行调整和创作。首先需要注册账号或者关联你的邮箱，然后在主页中你可以找到这个 Generative Field， 上传我们之前创建的图像。之后你只需要发挥你的想象力，移除或者添加你想要的任何东西。比如说你想要添加一杯咖啡，你只需要用笔刷涂抹在你想要添加它的区域，然后输入一杯咖啡 A cup of coffee， 就这么神奇，咖啡就出来了。你可以继续添加更多的元素，使这个场景变得很酷，或者是添加符合你独特的风格，并且视觉上具有吸引力。我的头像有这个麦克风，所以让我们再添加一个麦克风。现在我们就有了我们的角色和背景的完整设计。当你下载它的时候，左下角会有一个水印，但你不用担心，我将向你展示如何免费的移除它。我建议使用 Photopea， 它是一个类似免费网页版的 Photoshop， 使用起来也很简单。用这个污点修复画笔工具涂掉左下角的文字即可。下一步就是要制作局部动画。方案1是使用 Pika Lab 生成嘴部的动画，这里同样需要注册一个账号。
导入我们的图片，在页面下方输入英文指令。我这里输入的是穿黑色西装的角色一直在说话。The character with black suit is talking all the time。我生成了2次动画，第一次动画有个扭头的动作，我觉得不太好，所以我又重新生成了一个比较满意的。当你从 Picalab 导出你的视频的时候，它也会有一个水印，但不用担心。如果你想从视频当中移除水印，有很多种方法可以做到。比如说使用这个工具 media.io， 在他们的主页上你可以找到这个 Watermark Remover 水印移除器的选项。它用起来也很简单，在上传了你的视频之后，你只需要用这个绿色的小刷子涂抹在你需要去除水印的区域，点击清除水印，几十秒后我们就有了一个干净版本的会说话的角色。如果你不想这么麻烦，我还有一个更简单的方案，那就是用动画的嘴型来代替。我也是使用了这个方案，在很多地方都可以找到嘴型的动画素材，比如说在 Pixabay 当中搜索 Talking Mouth， 也可以在剪映中搜索卡通嘴型，都能找到嘴巴的素材。在添加动画嘴型素材之前，我们需要先用 Photopea 把刚才图片中的嘴擦掉，同样使用污点修复画笔工具在嘴上抹一抹即可。最后在剪映中添加动画嘴型和主角图片，注意动画嘴型在主角图片的上方，用色度抠图，选择绿色，把强度调整到 90% 以上，再调整嘴型的大小和角度，匹配影片的长度，这样就完成了。你可能会注意到，网上很多的角色都戴了口罩，这并不是因为角色生病了，而是因为生成嘴部动画需要做到口型匹配非常的麻烦，而用口罩遮挡嘴部就不用做口型匹配了。但我觉得用简单的动画口型也并不影响整体的观影效果，这并不是个大问题。如果需要完美匹配口型，需要花更多的时间和使用到更多的 AI 工具，我不认为这个事情的性价比会更高。但我以后可能会单独的出教程，结合其他的应用场景来介绍。另外，如果你注意到我在视频中只播放了几次我的头像，每次几秒钟，这是因为如果我只播放我的头像，观众会感觉到无聊。卡通头像可以在不展示你脸的情况下有助于建立个人品牌，但实事求是的讲，对于观众来说，看一个真正的人说话比看一些卡通头像要容易得多。不过这种方法也确实是一个替代方案，而且现在很多频道就是活生生的证据，它对于吸引观众是有效的。想想从心理学的角度，拥有一个头像将帮助你更好的跟你的观众与你的不露脸频道建立联系。因为没有联系，那么你的不露脸视频只会很快在 YouTube、B 站这样的海量视频当中消失掉。如果你喜欢我这个视频，请点赞关注。那么我们下个视频见，感谢您今天的观看，我期待看到更多的数字头像出现。再见。